婆婆的新厨房终于重新装修好了，我给她配了一些新厨具，都是我自己平时在用觉得好用的新厨房可以闭眼入的好物。那我们就边拆边说。这个一看就是厨房剪，是新厨房嘛，所以特意选的都是红色。这个厨房剪就是我平时也一直在用的。我妈刚刚还说自己买了一把很好的剪刀，给你看一下。我说我等一下给你看一把更好的。试了一下哦，首先它这个就不是很顺滑的感觉，这里有点卡。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包围式的，当你用力剪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这个大拇指这边肯定是被勒到的，会有点痛。然后它这种你这个大拇指这个地方，但是我一般厨房也会备一把这种剪刀，因为这种剪刀它的头比较尖一点，它这个缺点就是头不够尖，还有这个开口有点不够大，但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用的。然后这边可以卡住，这样压一下就可以打开，都是可以单手操作的。这防烫夹是我最近发现的好用的东西。首先它这个夹东西啊是不挑角度的，它是可以横着夹也可以竖着夹，还有它这边是有这种波浪形的硅胶的，它夹的特别稳。我试过整个蒸烤箱里面的托盘整个拉出来，它都是可以的。但是保险起见，还是最好一只手防烫手套，一只手这个。我原来是一直用防烫手套的，但防烫手套有个缺点，就是放到桌子上的瞬间，防烫手套是有点粘住托盘或者盘子的，所以配合这个就是最完美的选择。对，然后是这个重力油壶，2年还是多久了？反正刚出的时候就开始用这个。之前我们也因为好奇买过平替过来对比，但是发现质感完全不一样，还是要这个好用。这个第一个优点就是它倒的时候会自动这样打开，不挂油，它这个口是硅胶的，然后切断也切得很好。有些人可能喜欢有把手，我不喜欢有把手的，我觉得有把手是有卫生死角的，不好清洗。这种你手拿一下非常顺手，然后非常简洁，样子也很好看，跟这个厨房多搭呀。还有一个点你忘记说了，是我最喜欢的。什么？我直接放洗碗机的。对对对，对吧？我老公负责洗的。这一套虽然它详情里面说好像最好不要放洗碗机啊，但是我用了这么多年，我都是放洗碗机洗的，所以我那个油瓶都很干净。这种倒油口，我那个瓶子也很干净，都没有糊住。可以放上层，一般洗碗机上层的温度会低一点，但具体还是要看一下自己家洗碗机的温度啊。如果洗碗机不能放，也可以就是拿这种用小苏打加热水去泡，这样应该也能，如果有油污粘住啊，也可以泡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这个一瓶是500毫升，我们一般买过来那些调料像酱油啊料酒，一般一瓶就是500毫升，那你换到这里来换了之后，就原来的瓶子就不用放着了，就可以直接扔掉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也是个油瓶。这个是喷油壶，就我每次视频用都会有人问这是什么油瓶啊，说明大家真的很需要一个对，喷油瓶，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要控油嘛。我买过很多喷油瓶，但是买了这个之后我就没再换过了。这个喷油瓶的优点就是它喷出来确实是雾状的，因为我是用橄榄油的，有些喷油瓶真的喷出来就是一条线，有些甚至都喷不出来。还有一个点就是它这里是玻璃瓶，可以放洗碗机了。这个筷子很有意思的，我之前给了我妈一双这个筷子，然后我妈用了之后就一直跟我说，哇，这个筷子多好用多好用。我就在想，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筷子嘛，买了一双长的送了一双短的，这就是油炸的时候或者你在煎东西的时候夹锅里的东西更方便嘛，不会被烫到。但有时候就这种小东西会让你的生活变得非常方便。你是不是挺有用心的？你看特地选了大红吗？红火我没有想过又选了红的。基本每个视频啊都有人问我的手套是什么牌子啊。我家里现在常备的就是3种手套，一种就是洗碗手套，洗碗手套就是平时洗碗的时候它比较宽大嘛，穿脱方便。然后一种就是这种一次性的，比如说你腌制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这样用这个一次性用一下，揉几下就可以扔掉了。我们腌制的时候不是都要多揉捏吗？如果你不戴手套，可能那个肉入味了，你这个手也入味了。
这种就是比普通的洗碗手套服帖很多，但是它脱起来又没这么方便，所以就是当你需要一直戴着用的时候，就可以选这种。基本上做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我有试过，就你戴手套一天和不戴手套一天，你的手的这个滋润度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也可以在手上厚涂一点护手霜，再戴上这个手套，这样做家务就相当于做手膜了。总之非常建议大家在家里备好手套，爱护好自己的手。我自己超爱的菜板，我已经入了好几块了。我妈来我们家也说这个好用，所以对，我婆婆在我那里用了之后，她自己跟我说她也想要这个菜板。首先就是它很好看嘛，就颜值很高，很出片。然后其次就是我用了也挺多菜板的，像不锈钢啊、塑料那种，我觉得最好用的还是这种木质的菜板，它是那种天然乳胶拼接的，它上面说明是零甲醛的，是有这个底座的，放在台面上也不会打滑。还有像我是在浙江，其实我们空气湿度是蛮高的，之前用过的其他木质菜板都会发霉，但这个我用了差不多2年多都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像这么好看的菜板，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它留刀痕啊，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就不管什么菜板，其实它刀痕都可能会有，可以平时在上面涂一层薄薄的油保养一下。这小的呢，我原来也有一块，我用了我觉得也挺好的。我原来那款我本来是带出去露营用的，这样小巧轻便嘛。后来我有时候也带回家用，可以这一面，比如说这一面切水果，另一面就切一些熟的肉，比如说牛腱子啊，你总需要一个熟食的菜板，这样就正好生熟分开。这个现在真的是连洗碗海绵都很懂仪式感的，就出了这种龙年的限量版。这个洗碗海绵我原来也是在用的木浆棉抹布嘛，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的。它造型一样，你看不一样，字不一样的呀，每一个都不一样，样，是不是很可爱？真的很应景的，我很喜欢。我自己也留了一套，不打湿的时候它就是这样薄薄的一片，也可以挂在家里做装饰。欢喜纳福平安有余和乐，它这个就是遇水会整个膨胀放大，木浆棉也是比较环保的一种材质。这个之前好像没给大家推荐过，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抹布。很多朋友都问我，正好像那个水渍怎么清洗啊？其实用一块吸水性好的抹布就可以了。我一般用这个大概擦一遍就可以基本上擦干了。对，还是这个硅胶夹，因为我家里其实原来有好几种硅胶夹，然后忽然有一天我就发现，这个硅胶夹好像更好用，因为它这个形状嘛，前面头是扁扁的，然后这里是凹进去的，夹取东西非常方便，价格也便宜。它还有一个人性化设计，对，放上去它就不会碰到那个桌面。是的，是的，这里是锁紧的，拉出来就锁紧。好，就这样。家里可粒饭勺其实挺多的，但这个可粒饭勺是我用下来觉得最不容易粘的，然后铲完饭它可以这样立住的。其他像日本的那些我其实都用过，但是铲杂粮饭这种比较黏的饭的时候它会粘。缺点就是它这边好像是拼接的，然后下面又是实木的，不能进洗碗机。我有一个就用洗碗机洗的有点好像脱胶了。还有一套碗，这也是我自己平时在用的那套碗，我觉得对于新家来说也是挺好的一套因为它盘形比较好，然后质感也挺好的。新厨房肯定要有一套新的碗的嘛，所以我就选了这套。就这种嘛，就是放汤，这个小碗平盘，然后也比较大，亮度挺不错的吧。它这个深盘我就喜欢它这个底比较平，装菜比较好看。勺子好像跟我那个还变薄了一点，这样好一点，可能改进过了。然后筷子也是比较整洁的，它上面是有这种磨砂还有纹路的，就比较防滑。好啦，那今天就先这样，我们要洗洗做饭啦。之前很多人很喜欢我家的水槽，还有这个龙头，它是抽拉的，然后水可以变一下。今天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洗漱台的水龙头，也是很好用。
这里我装的是一体式台盆，然后是双人的，装了2个抽拉龙头，2个都是可以抽拉的。然后可以切换2种模式，这样洗头很方便。还有洗台盆的死角就不用担心了。然后它拉出来之后是可以悬停的，就不会自动缩回去的那种。可以拉出来放在这里。因为是白色的，很好清洁，它完全看不出水垢。平时都不用怎么清洁。给大家对比一下黑色的水龙头。这是我洗澡间的黑色水龙头，上面的水垢几天不擦就会挺明显的。然后建议大家不要买这种水龙头，洗澡的时候擦了沐浴露之后很难转动，就现在都是要一直开着洗澡。再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卫生间的龙头，这个卫生间用的是金色的水龙头，可以看到就几天不擦这个水渍就特别明显。然后我都是用鱼鳞抹布擦的。然后这个虽然也是一体式台盆，但是它是哑光的，几天不洗就很显脏很脏，它会渗色粘色粘得很厉害，所以大家要买一定要买亮光的。好了，现在是大致擦过的效果，就好看多了。说回这个，我这个人买东西比较纠结，所以我当时国产的和进口的都装了。左边这个是国产298元买的，右边这个是日本代购900块钱左右。现在给大家对比一下区别，两个都是有2种模式，这个是起泡器模式，两个都可以抽拉。这个可以抬高，这个不能抬高。功能方面就这个区别，这边的可以抬高，洗头的时候更方便一些。外观的话，这个看上去更加塑料感一点，然后这个更细一点，这个进口的就质感好一点，这边也更粗一点，就是材质看上去更结实一点，更厚实一点。包括这个把手都是这个看着更舒服一点，这个看上去都细一点。总体我使用下来的感觉是使用上面没什么区别，但是外观质感是有区别的。就现在其实我们国产质量都还不错，就缺乏创新。下面这个台盆其实也很好，是亮面的，所以是很好清洁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连嗓子都哑了，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下次有机会再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东西。我们继续来开箱，还有一堆呢。你那个温柔一点啊，这里面有花的。对啊。行吧，坐下来。这是喷壶。我是特意买的，这个是有压力的喷壶，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买过来专门用来喷那个花用的，到时候试一下这样。密封罐，我买过来做隔夜燕麦，还有时候腌东西用的。这个罐子还是蛮好看的，这个扣子可以拿下来。一大一小。
对啊，我先买一袋。哎呀，我是不是方法不对？我还第一次买这个，但这个蛮好看的，是这样的。如果不需要这样密封的话，也可以换成这个白色的盖子，还是蛮好看的吧。还有一个尺寸，还有这个，然后它们的口径是一样的，所以我这个盖子是通用的。这个瓶子还是挺好看的。来下一个。这个是做豆腐脑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家里做豆腐脑，就做起来比有些外面店里的好吃很多。这个是我回购的啊，反正一般都会成功的，成功率还是蛮高的，可以试试看。酸奶的发酵粉，然后我买的是这种30均的，30均的话就菌群多一点，做出来的那个浓度好像会浓一点，反正我喜欢这种菌群多一点。这个是那个刷子刷鸡蛋液什么的，因为我之前那个是硅胶刷，它不够细，上面老是有一层，我试一下这个会不会好一点。这个是细一点的，就是大白锅的小版。之前那个大白锅是32厘米的，这个是26厘米，就小一点。那个确实太大了。那个确实是有点大，但是炒起来炒东西还是蛮爽的。哇，这个小多了。对，小很多。哇，小多了呢，这个锅型感觉还不错哎。要不这大的拿过来对比一下？不要对比啊，但是有点重，感觉比大锅还要重啊。它是不是这个？我感觉它这里好像加厚了。这个材料不一样。大锅好像没有这么厚，然后它好像涂层加深了。但锅型还是很好看的吧。然后这种锅的话，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别是白色的锅，像它这个边缘，如果脏了及时洗是很好洗的，但如果你再把它烧一遍的话，就很难洗干净了，就洗不掉。就如果有溢锅情况或者外面有滴漏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把它擦干净。还有就是那个火不要超过这个锅底，像这个平底锅应该一般不会超啊。然后像之前那个32厘米的火苗，如果超过锅底的话，就很容易会把边缘烧黄烧黑。如果烧变色了，像这种锅肯定是很难复原的，因为它既然是白色嘛，其实真的要比较注意打理，所以大家也要慎重选择。我在用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好了，下一个好看是挺好看的。好看吧？他还送了一个它的铲子都是黑色的，我不喜欢。它应该送白色的铲子才对吧？对啊，锅都白的，他这个。对啊。这个是花，是我买的花，我网上买的，应该是花吧？我网上买的芍药。我也很喜欢芍药，但是实体店买花不太方便。然后平时买菜的地方它也有卖花的，但是它那个花的品种都是那种比较普通的。我买的白色的。有2种。有2种吗？这里一个，这里一个。是这样的。营养粉。我等一下得先醒一下。哇，看样子就很好看，超级好看呢。You're too old to lose it, too young to choose it. 这个是那个麦片，然后这个配方我觉得很好，给大家看一下。它是5黑的麦片，里面有黑小麦、黑芝麻、黑麦、黑米、黑豆5种合起来的。感觉这个配方很好，然后我准备拿这个来做隔夜燕麦，或者平时吃也可以，觉得比普通的那种燕麦要好一点，挺好的。好了，下一个。我们的灯，因为我把那个餐桌换了位置，所以我把那个灯也换了。我们原来餐桌上面是那个风扇灯，其实蛮方便的。哇，也挺好看的呢。是不是啊？跟我们家风格挺符合的吧？
是的，我一开始担心那个颜色会太黄，就是那个灯外面那个壳，现在觉得可以，比纯白的好看。哎，挺好看的，好看吧？给它装了。哎，你拿高一点点，这样能看到。哇，好看好看，比纯白的好看，对吧？对呀、好看，放一边。我还是很有眼光的。本来有纯白的那种，然后我特意选的这个颜色，这个是有一点象牙白的那种。这个是我的一个奖品，就是前段时间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勾选了一下那个活动，没想到就获奖了。虽然是一个小奖，就是什么优秀视频奖，然后结果就送了一台这个小米的最新款加湿器啊，然后它好像还蛮厉害的，就是可以直接不用加纯净水，直接加自来水进去。我们一般加湿器不是用了之后可以看到它那个水雾喷出来嘛，然后这个加了之后是不会有的。然后它可以跟米家智能系统那种相连，比如说可以跟门锁相连，就开门进来它就自动开启那个加湿模式。你看加起来了。可以跟米家的空调对接，门锁对接，可以跟智能的湿度计连接，就湿度没有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就自动开启。但是我觉得跟这里都可以，比如说人体感应，人走过来它让它开启也可以做得到。还有那种电辅热功能，就冬天的时候它可以加出来有温度的那种湿气，不会太冷，好吧？不然的话冬天都用。对啊，冬天有可能会冷，这样的话就是冬天也不会冷。哇，感觉这个很好。很多人很喜欢我厨房的这个台面，这个是实木的。我们现在使用1年多吧，我现在就要给它补油漆，因为现在防水效果我感觉有点差了，没有那么明显了。先剪一小块的抹布，因为这个是棉质的。然后这个木蜡油是之前剩下的，这个是德国进口，叫欧诗曼吧，好像它是专门针对厨房台面的，做完之后效果很好。因为涂的是木蜡油，所以还是比较环保的。我们特地选择晚上来擦，这样擦好过夜，基本上第2天就干了。这种是快干型的。补的话，其实木蜡油是很省。对，很省，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只猫都在等吃的，是在等吃的吗？等吃的呀。边角一定要多擦一点，边角容易发霉。有些人担心这个实木台面会不会开裂，这个问题倒是感觉目前是不存在的，除非你是阳光暴晒。木蜡油的手感就还是实木的效果，是那种有点粗糙质感的。因为它那个保护油是渗入进去的，然后油漆是在表面形成一种膜。但是多少年后，木蜡油你是可以自己去保养，但轻轻自己保养就有点麻烦。木蜡油就是我们想补涂就可以自己补涂。实木台面的话，我们国内用的还是比较少，所以国内没有专门针对实木厨房台面的油漆。我目前只知道有这个牌子有，只能买这种进口的。欧美国家比较多嘛，所以他们有专门的木蜡油。另外就是这种台面一般做橱柜的地方都是没有的，我们是特意在网上订的。
当时网上还只有一家，全网只有一家对，然后像宜家的话，也有那种木质感觉的，但它是那种叫多层板，不是什么仿木纹的，跟实木的话，感觉还是有一点差别。但是它那个很便宜。还有就是现在有那种木纹的贴纸，那个的话感觉也是跟真正的实木差别很大，那种一看就能看出是贴的。所以如果真的喜欢实木台面的朋友，还是装实木的比较好。主要就是油漆要做到位，这样使用起来就还好，但是肯定是比一般台面要稍微麻烦一点，差不多1年要补1次木蜡油。然后使用的时候主要使用的时候及时擦干。当时我也是经过慎重考虑，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才选的实木。确实太因为实在太喜欢了。说到台面，再提一下台面高度问题，强烈建议大家台面高度要根据自己家里主厨的身高来做，如果按传统做法，可能只有70-80公分。那洗菜洗碗对于身高高的人来说是很累的，所以我家里洗菜这一边的台面高度是90公分，也就是按我身高1.69米除以2，再加上5公分。这样洗菜洗碗基本不用弯腰，会比较舒服。但是相对的，炒菜因为要抬手，所以炒菜这边最好矮10公分左右。总结来说，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身高来制定高低台面，这也是提高厨房幸福感的关键点之一。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后面会陆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厨房家居装修的真实心得体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下哦。这个是昨天晚上提前在冰箱泡的黄豆，早上准备做一个永和大王的那个豆浆粥，燕麦红豆豆浆粥。我们先来打一个豆浆，今天我们选择那个果汁的功能，因为不需要煮熟，只要打碎就可以了。这个是昨天晚上提前冻的米和红豆。Feel the sunlight, but I got burned from everywhere. Now you must make me your shadow. I will shine for you in there. I can't change. I can't change. Let loose. Everyone just does. I can't change. I have gone like a dream, so you must wake me in a while.
will see me living with my memories. And you, like no one will again. She left me here to love you. Please love me if you can.好假啊你！今天来拍一个开箱啊，我们那边都柚子堆满了，因为主要都有好几个大件在。先把这个大件开了，这个是那个有点类似于小美的那个多功能锅。我是在房车展的时候看过那个小美，然后当时其实就有被种草，感觉就很适合房车上用，因为它有很多功能嘛，什么破壁机啊、绞肉机啊、厨房秤啊，还有什么炒菜机啊，这种它都有。这个是盖子，它的功能跟小美基本是一样的，但我也还没用过，要试一下才知道。都拿出来，这些是个配件。这属于什么样的材质 ABS。哦，不知道能不能放洗碗机呢？要送问和卖家的不行，那里面的。一层又一层。啊，好响啊！里面这个哇，看起来还是蛮小的。就是在平时图片上看着感觉很大，但实物感觉其实还是有点小的。这都是配件，配件还是蛮多的。下面就类似于破壁机的这种刀头，但破壁机好像只有2页，它这4个，4个。好了，那我们给它通电看看吧。我刚才洗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下啊。这个是表示时间，这个是温度，这个是转速。时间的话，点这个，然后就可以这样，最多好像90多分钟。这个是温度，可以这样。这个是转速，转速的话，就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决定快炒还是慢炒。一共有21档。这里有快捷功能，就我们平时可以直接选择这里的方式，比如说你要炒个菜，就可以直接选这里的炒菜。新手的话就可以直接先用这个菜谱来熟悉，菜谱里面还有挺多的，可以做草莓酱、打发奶油。这草莓酱也能做啊？对啊，当然啦，这是必须的，还有很多功能的，像我喜欢。果酱你喜欢，还有可以做糯米麻糍啊，打花椒粉啊，花生酱啊，真的挺多功能的。豆浆打豆浆，还有什么我看看啊？哎呀，黑芝麻可以打黑芝麻糊。刚才我看了，还可以做牛肉酱，香菇牛肉酱，下次可以做起来自己拌饭吃。买过来的煮饭也是对，买过来会有一点添加剂比较多，煮饭也可以熬猪油啊，打各种馅，芋泥馅、芝麻酱、花生酱，反正还可以做肉松，我刚才看了。比如说我现在想试一个糖醋排骨，我就点糖醋排骨进来，然后它这边会预览，可以看菜谱需要哪些食材，然后大概的步骤。好，看好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小贴士，小贴士里面它会提示排骨有哪些营养成分，然后怎么选排骨，选哪种排骨比较好一点，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哪些人不适合多吃。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做了，开始制作，这些步骤都很详细了。
我感觉我老公也会做，真的特别适合小白。这里开始。Invente tout ce que tu peux, et je dois croire que tu veux m'aimer. Je suis partie, et même les fleurs de ma jupe s'envolent au haut. Quand tu craches tes mots. 와你又太满了。差不多。这么顺溜啊！点缀一下花，我把它弄下去，让它飘下去才好看。飘下去啊？对啊，哦，看得到对。让它沉下去才好看。有方。对啊，感觉还不够多哎。可以了。蛮好看的，虽然没有那种明显的气泡水的感觉，但是吃起来我觉得有不一样。终于好了。哇哦，这个虾好了。哇，吸住了这个气。看着也是超级赞的，被我又加了15分钟，感觉排骨都已经脱骨了。好吃。好了，这样看还是蛮好的。好了，吃饭啦。看着我就想吃这个虾。太好吃了。干杯！刚才自清洁结束了，看一下哦，还挺干净的呢。本来那个我放进去之前没拍的，本来这个上面全是那个，我也没放清洁剂的，就是水。